今天我们聊一下机器人的这个事情啊，在美国的网红 CEO 还在试图捉虫政委的时候，我们的制造业的效率的真正功力和下阶段全国经济工作的信号棒到底往哪指，都已经潜藏在其中了。这个完美复刻了 iRobot 电影中的场景的视频啊，深圳企业优必选在11月12号就发布的视频，文中也说了，这是个交付视频，意思就是都已经造好了合张影这个意思。视频里上百个 Walker S2 的这个机器人动作一致啊，24小时待机，3分钟换电池，满血复活。作为生活在深圳的人啊，对于人形机器人不说随处可见啊，反正我们家小孩都已经遇见过好几次了，远远看见都不会特意去过马路玩一玩，那么稀松平常了。而如果住在南山智园啊，可能比当年陈丹青在纽约的公交车上能感受到更多的机器人肤色和人种的多元性。所以呢，如果只是质疑说我们能不能造出来这么多，我觉得已经没啥可讨论的了。产线搭好了，造100个还是1万个，咱家不缺电又不缺零件的，基本差别并不大，只取决于订单有多大。那根据目前公开的信息呢，优必选在11月连续发布了2则中标的信息，总金额是 4.07 亿元。25号宣布中标防城港项目单笔订单达到 2.64 亿元，是全球机器人的最高订单记录。11月28号呢又宣布中标江西九江市人形机器人数据采集与训练中心的项目。自此，优必选 Walker 系列的全年订单总量已经达到了13亿元。这个规模来计算一下啊，要是未来摆在一起搞个大合影，这帮言之凿凿的硅谷 CEO 们呢，眼泪都得从嘴里流出来。实际上呢，优必选和国内的很多高科技制造企业一样，看着是弟弟辈的，其实很多都已经是叔叔辈了。该企业2016年发布了 Walker 原型机，2018年发布了第一代的 Walker。2019年第2代 Walker 亮相，21年 Walker X 套了个熊猫脑袋，在迪拜世博会上进行展示。23年在比亚迪工厂就实现了工业应用，24年 Walker S1 进入了吉利工厂开始干活，25年 Walker S2 量产。之前2年大量积累的实践和数据，最终实现了实战数据加产品迭代，让机器人进入可规模部署的阶段。大家注意一下这个时间啊，16年原型机，直到22年之前都是玩具模型级别的制造，10年寒窗无人问呐，结果23年突然就发力，直到如今一朝成名天下知。实际上，优必选是我国一大票民营科技制造企业的缩影。在内部课程里，我详细的给各位分析过，这个转折实际上是国际地缘、国内政策、资本、人才等等生产要素的流动的根本性改写造成的。简略点说呢，就是地产和银行对于流动性的虹吸作用被抑制，开发商和银行作为垄断资源的实力阶层，这个巨大的蚂蟥被从制造业身上拔了下来，但养肥这2个蚂蟥的期间呢，拿走了更大财富份额的土地财政，也为基础设施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对23年开始的全国的生产效率飞升提供了巨大的动能。之前总有学界吐槽说，哎呀，搞基建是国进民退，抑制了民营企业的发展，却完全不提基建民生带来的外部性效应。还有理论鼓吹说，靠投资驱动效率低，不该搞基建，该刺激消费，完全无视我国的举国体制和规模效应的独特优势。实际上，我国的制造业能力以及增长潜力早都不是诞生于200多年前一直被裱糊到现在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可以衡量评价或者指导实践的了。我们的工程师、实践者、创造者们已经通过实践远远的把这些理论甩在了身后，于是就有了现如今这种活生生的挣人买履的滑稽场面。韩非子的故事里说啊，一个严谨的大聪明在家仔仔细细的量好了自己的脚的尺码，结果到了买鞋的地方呢，发现尺码表忘带了，说啥都得回去拿数据，也不肯现场用脚试试鞋来做决定。现在的情况就是，咱家的机器人工龄都3年了， AI 大语言模型到各种应用场景，新能源车从电池到智驾系统再到底盘轮子全面升级，围绕着6部门给出的3个万亿级市场和10个千亿级消费领域，涉及到的消费电子、现代纺织、高性能纤维、生物医药、生物制造等等方面，现实的脚就摆在面前了。就是有些声音要把杨大人当时量脚丫子的那个尺码
得翻出来一顿指指点点。其实还是在继承张家墩或者前2天刚爆绯闻的拉里·萨默斯长期唱衰我们的论调嘛。对现实摆在面前的成绩，还是要大喊一句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之前已经驳斥过自由主义经济学派那套过剩论啊，还有供给主义的这个消费带动经济，以及美籍日裔的辜朝明先生此前大肆鼓吹的资产负债表衰退。今天啊，咱们再扒一个，目前几乎所有的机构研究均称中国制造业生产率不足美国的10%这个事儿，一直啊都说我国的这个制造业人均产出啊很低，从而呢论证美国的科技进步，我们的制造业缺乏长期优势，进而推导出我们的市场没有基本面支撑，美国才是人类科技的未来，主导下一次创新周期的先锋队，美股的市值永远合理。这个推论啊，它到底是怎么来的？这个理论上非常严谨，但是放在现实里面目全非的推导，到底是在哪一步把咱们忽悠瘸的？首先呢，大家现在不用通过一些学者的嘴，也能感受到了中国的制造业不仅是条好腿，而且跑得还很快。中国制造业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在造船、电动汽车、锂电池、商用无人机和太阳能电池板等领域，中国的实物产出在全球占比高达2/3。2024年，中国安装的工业机器人占全球半数以上，劳动力人均机器人拥有量比美国高50%。中国有超过3万家包括黑灯工厂在内的智能工厂，特斯拉上海工厂人均产量是其加州工厂的2倍。但是如前所述，我们的制造业生产率被全球的学术报告在数据层面牢牢地焊死在了美国的1/10这个水平上。虽然这跟我们极具全球竞争力的工业实力的现实完全不相符，但是只要抛开事实不谈，前面我提及的那一大票的学派理论啊，它就成立了。这么低的生产率，又那么高的基建投资，这不就是造成了浪费吗？这么低的生产率，那肯定说明咱们的创新不行，科技也不行嘛。那就是投资不能驱动经济增长，不利于创新，这个结论一下不就成立了吗？我们不就得跟西方的理论家们去买拐了吗？还有这么低的生产率，经济就成了全靠国家大投资来撑着，那可不就是不长久嘛，前景堪忧呀。经济崩溃论也炮制好了，又瘸了。总之咱家的生产率低，就是西方这么多年直到现在都还认为我们不擅长创新，在新型领域走不远，迟早要暴露皇帝的新装的重要理论依托。可是这个数据是怎么出来的呢？这帮人到底是教条还是阴险呢？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懂了。价值高于造车的这个生产率呢，我们简单理解就是一天能干多少活。10个人一天造了20个椅子，那创造的价值的效率就是2个椅子每天每人。那如果只比造椅子，同样的东西就好比较，可是那怎么比较造椅子或者造其他的东西的效率呢？要是另外10个人一天造了5台车，也不能说造椅子的创造价值的效率是造车的这个4倍呀。那经济学家就想了个办法，用钱来衡量呗，先把生产出来的东西按售价算总价，再减去生产时的花的成本，比如20把椅子卖4万，5台车卖50万，减去材料零件的钱，剩下的就是增加值，就是生产过程中新创造的价值，这不就可以比了吗？可是这样的过程里，误差或者说猫腻它就来了。比如说啊，一包螺丝在美国价值9万美元，在咱家可能也就值100块人民币，9万美元都能买咱的高超音速导弹了。如果按照价格计算，再加上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就生产螺丝这个工人的效率来说，美国是咱的6300倍，它能合理吗？再比如说美国的传统艺能啊，改统计方式，学生成绩不好，改一下分数线，它不就及格了吗？肥胖率超标，把超重标准拔高，胖的人他就少了。最近的壮举是要把6代机这个美国一直主导的战机代际划分取消掉。我跳苏山界外，不在五行中，谁都不能说我造不出6代机了。在统计生产率上面也是如此，美国把设计制造商和设备制造商都归为制造商，比如苹果啊、英伟达啊都是设计商。可是设计制造商它不生产啊，所有的价值创造都来自商品的设计和采购管理，而将生产全部外包。富士康和台积电是制造商，专事生产。苹果公司研发和设计的手机等产品通过各种营销和垄断操作，其人均增加值远高于生产它手机和产品的富士康。同样，英伟达设计半导体芯片，人均增加值就是货币衡量的这个生产率远远高于其制造芯片的台积电。可是台积电的劳动生产率就低吗？恰恰相反，这2家的生产效率都属于是全球同类企业中的顶级水平。但是只要将生产商和设计商混为一谈，把
售价叠加汇率的优势一计算，最有生产率的制造商反而显示生产效率是偏低的。在学界这个叫误差，可是基于这个误差构建的理论再来指导我们的经济改革，指导我们的发展建设，甚至对我们的资产价格进行定价和预期管理，这叫误人子弟，这叫庸医害人。其实理论计算即使是采用了相对公允的这个购买力评价计算，也都未必能准确反映制成品的价差，因为两国之间的价差会因为关税啊、通胀啊、本地市场的供需平衡啊，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有非常剧烈的变化。比如前面提到的螺丝，也不能说美国所有的螺丝都那么贵嘛，通过统计来衡量的数据就是会有各种偏差的，但是呢，通过交叉比对校准是可以维持在一个相对合理的区间的。而有些研究机构一口就咬定单一的数据，给你在海市蜃楼上画水电图施工，这是无知吗？这是坏。用几个重要的行业数据来校准一下中美生产率其实并不难。比如说呢，选取造船业啊、综合炼钢啊、电动汽车啊、太阳能光伏组件啊和水泥这些中美两国均有公开数据且有可比性的行业。根据这个单伟健先生《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中美孰高孰低》一文中的图表来看，实际上中国工人的人均实物产出是美国工人的2到3倍。大家要是对数据感兴趣，可以去搜索一下文章，非常的扎实严谨。实际上就从体感上来说，不说前面的数据，我们都会觉得这才合理嘛，不然我们下饺子似的军舰，不断创新高的用电量，潮水般涌现的大语言模型，满大街溜达都开始当挑山工的机器人机器狗，百花齐放的新能源汽车，要是我们只有美国1/10的生产效率，那美国怎么会一再的推迟所有的军工交付呢？制造业完全停滞，一个有完全美国国产的新能源车都造不出来。这么爱投资0到1的美国资金，怎么就只盯着大语言模型投呢？从机器人到具身智能，从智能家居到消费电子，他们不是鼓励创新吗？为什么不投资呢？是因为不喜欢吗？还是因为就没有呢？这里插播一句最近我换了国产车呀，那些鼓吹什么传统油车对于机械性能的调教那真的是没吃过细糠。就目前稍微高级一点的智驾车型来说，对所谓的机械性能的提升简直就是完爆，就像跟电车讨论0-100加速度一样，不自量力。这种技术带来的性能提升，完全不是他们会南拳我会北腿咱各自擅长这种级别的，而是全面的碾压。就像他们想象里都开始宇宙殖民了，激光武器竟然还选的是近身肉搏的方法，而我们前脚解决的是太空吃口热乎饭，后脚筹备的是在月球暗面进基地，有点想象力干点实在的。这种现实的差异如此分明且真实，可是就是有人还拿着那些不知所谓的生产率的差值来唱衰来指导，所以高层才提出了要以更长的周期，以人流、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的4流维度来评价我们的经济主体活力的指导。那么可以说，接下来12月的重磅会议会有更多的基于实事求是的、基于我们自身发展情况的指导意见出炉，真正属于我们的时代，从话语权到现实都正在到来。